泽连斯基在白宫与川普争吵，最终只能离开美国，但他获得了欧洲人的集体援助。欧洲启动8000亿支持乌克兰，川普断供乌克兰，美国空军预见未来，为夺取制空权重启 NGAD F-22获得史诗级升级，装备蝎子头盔加入扭头鲨。2月28日，泽连斯基、川普与万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刷爆了世界网络。在会谈结束后，按照日程安排，双方接下来应该签署矿产协议、共进午餐，以及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但特朗普在跟自己的团队商议后决定，让他走，都取消，饭也不要吃。随即，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通知了泽连斯基一行。注意，此时泽连斯基一行已经等了1个小时。在接到通知几分钟后，乌克兰人离开了白宫。有意思的是，根据天空新闻的报道，原本为泽连斯基等人准备的晚餐被川普款待了白宫工作人员。白宫副幕僚长丹斯卡维诺在 X 发布了菜单照片。在泽连斯基离开白宫前几分钟，特朗普在 X 上发文称，他在美国珍贵的椭圆办公室内表现出对美国的不尊重，他可以等到准备好谈和平时再回来。泽连斯基也发文，谢谢美国，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这次的造访，谢谢总统、国会和美国人民。乌克兰需要公正、持久的和平，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图片报直接用特朗普赶走了泽连斯基作为文章标题。天空新闻则称，对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灾难，而唯一的赢家是普京。金融时报称，泽连斯基访问白宫是为了修复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但现在双方的关系已经坏到无法修复。最后，欧洲官员告诉彭博社，白宫灾难是一场伏击，欧洲将齐心协力收拾残局。很显然，与川普的不欢而散，反倒激起了欧洲人的反抗。3月2日，泽连斯基飞到了伦敦，前来接机的正是乌军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他表示，这些天在伦敦会有很多关于乌克兰和进一步支持的讨论。虽然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克服一切。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在这里与泽连斯基以及多位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伦敦峰会正式宣告，欧洲从此以后将依靠自己来保障欧洲的安全。参会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5亿欧洲人要求3亿美国人保护他们免受1.4亿俄罗斯人的侵害，这真是个悖论。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充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潜力，并相信我们是世界强国。同时，他还呼吁增加在欧盟东部、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驻军。在没有美军参与的情况下，如何协调援助乌克兰恢复欧洲军备？预计将在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讨论。但在谁将领导欧洲问题上，英国和德国很可能将面临竞争。英国首相斯塔默明确表示，在不依赖美国的独立欧洲大陆安全防务方面，英国将承担领导责任。德国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后任德国总理梅茨和社民党领导人在上周五讨论了2项新计划，其中一项计划建立一个4000亿到5000亿欧元的专项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另一个专项资金则包括约4000亿欧元，专门用于联邦国防军。新计划预计将在本届联邦议会解散前，也就是3周内完成。一旦计划通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将再一次不可小觑。用图片报的话说，就是即将上任的梅茨政府已经做好了美国离开欧洲的各项准备。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和外长贝尔伯克则通过呼吁联邦议院立即解除对乌克兰提供30亿欧元军事援助的阻挠。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声明，必须阻止普京，否则普京不会停止行动。下一个目标会是摩尔多瓦，接下来是罗马尼亚。俄罗斯对欧洲和法国进行大规模的虚假宣传活动，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文称，
欧洲必须加倍支持乌克兰，以弥补美国援助的损失。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总计向乌克兰提供了1380亿欧元各类援助，占欧盟 GDP 的 0.2% 左右。如果翻倍到 0.4%，预计将不会对欧盟经济造成严重负担。而让川普更没想到的是，在白宫会谈破裂后，大多数乌克兰人依然支持泽连斯基。据新闻周刊报道，最新民调显示，在白宫会谈后，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上升到了 65%。而泽连斯基的老对手波罗申科也表示，很多人都希望我现在批评泽连斯基，但不，这不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团结。这场战争考验着我们的韧性和勇气，它也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真正的朋友。现在对乌克兰来说，或许已经是最困难的时候了，但再困难也没有开战时候那么困难。在战术上，乌克兰依然大有可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幅下降，乌克兰及其支持者的军事实力却在不断上升。尽管在白宫会谈失败后，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会再次加强军事攻势，迫使乌克兰接受强加的和平，但这种努力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乌克兰现在要收复全部备战领土或许很难，但获得欧洲的安全保障，并迫使克里姆林宫接受相对公平的谈判，还是很有希望的。克里姆林宫现在要比乌克兰更想要停下来喘息。就在乌克兰准备继续战斗时，3月4日早晨，英国正式宣布暂缓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白宫官员向 BBC 表示，总统明确表示他专注于和平，我们需要我们的伙伴，也同样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暂停重审我们所提供的援助，以确保其有助于解决问题。第二天，川普就向媒体宣称，我收到了一封信，来自泽连斯基的重要信件。信中写道，乌克兰准备尽快坐到谈判桌前，以实现持久和平。没有人比乌克兰人更希望和平。特朗普在向国会发表讲话时说，与此同时，我们与俄罗斯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收到了他们为缔结和平做好准备的强烈信号。难道这不是完美的结局吗？这真的就是完美结局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咱们看2条关于美军的消息。3月5日，在美国空军和太空部队协会2025年战争研讨会上，空军少将约瑟夫·昆克尔表示，我们暂停了 NGAD， 但我最近进行了反思和研究，我就问了自己一些问题：空中优势已经消失了吗？空中优势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联合部队需要空中优势吗？我发现空中优势不仅在过去、现在，而且在未来都很重要。但想要获取空中优势，没有比 NGAD 更好的选择了。NGAD 战斗机被设想为 F-22 的继任者。美国空军要求该机拥有相对较大的机体，性能增高，航程长，而且隐身性能极佳，以及一系列先进的传感器、网络、电子战和其他功能，而这都需要花费相当大的成本。前空军部长弗兰德·肯德尔曾表示，完成该项目的开发阶段至少需要大约200亿美元，每架喷气式飞机的成本超过3亿美元。如果批量生产，总成本将增加数百亿美元。为此，美国空军曾想要通过 CAA 计划降低成本，也就是无人战机。可是事实表明，这个方案走不通。昆克尔将军表示，到2025年，我们还没有人工智能 AI 可以将飞行员从飞机中拉出来，或者将 AI 植入他们体内，取代人类大脑。关于 NGAD 飞机的未来，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不过现在很明显，空军已经得出结论，在未来的高端战斗中，获得空中优势的最佳选择，购买一支新型载人第6代隐形战斗机队。但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也没有忘记5代机 F-22。当年 F-22 设计时，原本计划要配头盔显示器，结果预算一砍再砍，硬是给砍成了裸奔配置。虽然后来配了能扭头杀的 AIM-9X 导弹，但飞行员想锁定目标，还得像开老式战机那样扭着脖子找屏幕，活脱脱把5代机开出了2代古董机的感觉。虽然也能开，但肯定没那么方便。不过最近这个遗憾终于要弥补了。
就在上周，美国夏威夷空军国民警卫队的 F-22将率先装备泰雷兹公司的蝎子头盔显示器。这次的蝎子头盔显示器不仅能显示武器瞄准信息，还能显示导航、传感器和数据链信息，甚至还能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显示敌友位置。飞行员只需要抬头看头盔上的信息就能一目了然。当然，这个蝎子头盔的显示器可不是普通的装备，它在美国空军的 F-16、A-10等战斗机上广泛使用，而且口碑很好。这次 F-22装备的蝎子头盔不仅能提供全彩显示，还能在夜间使用，精度也比之前的系统更高。飞行员戴上它，就像有了一个超级导航仪，不仅能看得更清楚，还能更精准的操作。而且蝎子头盔还有一个好处，它很聪明，飞行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头盔上的显示信息，甚至可以自己开发符号系统。这就好比你买了一个智能手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功能，非常人性化。头盔显示器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升级，更是现代空战理念的转变。在现代空战中，信息就是战斗力，飞行员需要更直观、更高效的信息支持，才能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快速做出决策。头盔显示器就像飞行员的第三只眼，帮助他们更好地感知战场态势。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